国内上映，甚至没有官方认证的宣传海报、预告片在内地流传。然而，这样一部地下传说般的虐恋电影，却在短短72小时内彻底征服了中文互联网。从微博热搜到豆瓣热议，从小红书剪辑到 B 站激情分析，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两个陌生名字胡宁和都铎。在内娱乐圈内卷到极致、流量崩盘的大背景下，人们对新鲜、刺激、禁忌元素的渴求达到了一个临界点。意爱的横空出世正好填补了这一心理空缺。电影中的极致虐恋不仅挑战着传统伦理，更直击当代青年心中那种无法言说的渴望。观众在哭泣、愤怒、共鸣中完成了自己情绪的出口。这两位演员此前几乎毫无存在感，有人说他们甚至连18线都算不上，只有零星网剧经验，没有代言，没有作品积累。但就在《意爱》上映后一夜之间，他们的名字霸屏热搜，成为无数博主竞相分析的新宠儿。田胡宁机场被推搡，屠呦呦遇私生女报警，田来，孩子是你的吗？各种离奇却极具传播力的标题在社交平台疯狂传播。不论真假，这种八卦式热度成功将他们推上话题顶端。他们的突然爆红，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偶像制造的讨论。到底是实力说话，还是资本策划？意爱到底只是一个意外，还是一场精密的娱乐实验？意爱并没有在国内正式上映，播放平台是海外冷门平台 Yetebe Drama， 但这并没有阻止内地网友通过各种方式科学上网去观看，更有不少剪辑号直接在小红书、抖音、B 站放出精华片段，形成病毒式传播。某种程度上，意爱掀起的热度更像是一场越界革命。它用极端情感、危险关系、道德模糊这些被主流平台所禁忌的元素，引发观众深层次的情绪回应。内娱审查机制的紧箍咒，反而成了这类作品火爆的催化剂。内容超长，将继续在下条消息续写。意爱的故事并不复杂，却抓住了虐恋的核心，极致情感的不对等，疯狂与理智的拉扯，爱与伤害的交织。胡宁是个从小缺爱的孤儿，都铎是个在冷酷家庭中长大的富家子。他们的相遇像一场注定的灾难，也像命运写下的诗。整部影片充满张力，他们互相吸引，却也互相折磨，彼此救赎，却又一次次把对方推向深渊。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仿佛坐上情绪过山车，既无法接受剧情的黑暗设定，又忍不住一口气看完。影片采用冷色调镜头语言、慢节奏配乐、留白台词设计，每一个细节都在放大内心戏。这种风格与韩影的暗黑浪漫类似，却多了一份中式压抑的独特味道。它不是简单的虐恋剧，而是一场情绪地震。这两位演员田胡宁和屠呦呦角色名代称，虽然没有强大的粉丝基础，却凭借令人惊艳的演技和化学反应，获得了观众极大的情感认同。他们没有偶像包袱，反而在角色中呈现出真实的脆弱、绝望与爱欲。胡宁的眼神里写着求爱不得的隐忍，而都铎那一瞬间的落泪更是打动了无数观众。他真的放弃自尊了。许多人在看完电影后说，他们不是在演，他们是真的在爱，在痛。这份真是流量明星们用精致外壳永远无法营造的。而正是这股原始而赤裸的力量，让两位无名小卒成了全网讨论的焦点。热度之下必有质疑。有人认为，田胡宁在机场被推搡的视频、屠呦呦报警驱赶私生女，以及所谓的田来，孩子是你的吗热搜事件，其实是早有预谋的热搜爆点设计。然而即使如此，也挡不住观众的关注度。因为剧情之外的现实感反而加深了观众对角色的沉迷。人们开始幻想戏中情延续到戏外，不再把他们当成演员，而是角色本身的化身。有人质疑这是资本操盘，也有人觉得他们只是被利用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些热点持续发酵，已经远远超出一部电影的宣传范畴。随着热度飙升，网络上出现大量剪刀手将胡宁和都铎的对手戏剪成 CP 混剪，
搭配 BGM 如《失恋阵线联盟》、《玫瑰少年》，甚至是《你是人间理想》，评论区一片嗷嗷叫，我不管，这就是现实版的意难平。粉丝对他们的情感妄想并非无中生有，而是因为意爱在暧昧与深情的表达上极致真实。两人之间的对视、触碰、争执，甚至是冷战与痛哭，几乎没有多余的戏剧化，却真实的让人痛心。这类 CP 感超越传统耽美，更像是双男主虐恋的原生力量。与其说他们演得好，不如说他们活成了角色。田来，孩子是你的吗？这则看似无厘头的热搜，却一夜之间登上榜首，引发全网疯狂猜测。有人说这是田胡宁现实生活中的私生子被曝光，也有人认为这是电影《意爱》中隐藏剧情被提前剧透。更大胆的说法是，这其实是角色与现实边界模糊的产物。在粉丝群体眼中，胡宁不仅是角色，更是一种情感依托。他们希望胡宁不仅在戏里痛苦挣扎，也在戏外延续这段苦恋。于是一个孩子的传闻，瞬间让幻想具象化。他有没有孩子？是和都铎的？这可能吗？事实上，这则热搜极有可能是营销点，但它之所以能引爆情绪，是因为它精准踩中观众对角色未来命运的关切。谁都知道假的，但谁又不愿放弃想象的甜蜜与苦涩。从商业角度看，《意爱》是一部典型的低成本制作，没有明星卡司，没有强大团队，甚至连发行都不完整。但偏偏就是这样一部边缘作品，却在中国内娱掀起一场空前的狂潮。这让无数业内人警觉，传统流量逻辑是否失效？流量明星一夜跌落神坛，而两位小演员仅凭一部电影就能撕裂娱乐圈的沉默。CBIZ 一直以来都走安全路线，避谈敏感，不碰深情，不挖痛点。但《意爱》打破了这一切，它让人重新审视观众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原来，观众不是不爱看爱情片，而是不爱装出来的爱情。内地影视审查历来对虐恋、同性极端情绪题材有所限制，这也让诸如《意爱》这样的电影难以名正言顺地出现在荧屏上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才激发出一种地下情绪。这种地下传播，如同禁果一般，更具诱惑力。很多观众正是因为知道它不该被看，才更渴望一探究竟。而这恰恰揭示了审查与观众情感需求之间的张力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意爱仿佛成了压抑制度下的一次爆炸，一次情感越狱。无声的控诉在弹幕与剪辑中持续发酵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意爱的魅力很大部分来源于角色之间复杂的人格互动。胡宁是典型的依附型人格，对情感有极高的依赖，而都铎则是回避型人格，以掌控和冷漠来保护自己。他们的关系既是爱情，也是战争。每一次靠近都伴随着防备，每一次拥抱都潜藏伤害。这种极端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令人胆寒，但在艺术表达中却极具张力。观众之所以上瘾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生活中未尽的情感挣扎。是的，我们都曾是胡宁，也可能是都铎。讽刺的是，越是不能播的东西，越容易火；越是不被允许的情感，越容易引起共鸣。意爱的成功，很大一部分在于它逆风而行的姿态，在一片干净、正能量的内容海洋中，它是一滴血。这滴血唤醒了观众对真实的渴望。与其说它是一部成功的电影，不如说它是一次情绪革命。